癌细胞最爱吃的5大食物，许多人不知道。日常饮食中，有些东西就像在给体内潜伏的癌细胞喂养，让它们更容易茁壮成长。如果不想哪天癌症找上门，这5样东西最好敬而远之。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可怕？别担心，接下来我们会深入讲解每一样，告诉你为什么它们会成为癌细胞的最爱，以及我们该怎么避免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马上开始。首先简单说说癌症是怎么回事。人体由数以兆计的细胞组成，每天都有细胞老去、新生。本来细胞有秩序的死亡分裂，可一旦基因在复制时出了错，又没被修复，细胞行为就可能失控。失控的细胞不再听从正常的指令去凋亡，反而变得像丧尸一样不断增殖，有的还产生各种怪异突变。当这些异常细胞无限制的复制增生，就形成了肿瘤。许多因素会增加肿瘤发生的风险，有些我们无法控制，比如年龄增长或遗传因素，但也有很多是生活习惯造成的，例如抽烟喝酒、缺乏运动，还有今天重点要说的饮食。不良的饮食习惯会大大提高细胞突变和癌症的风险，相反，健康饮食则有助于预防癌症。既然民以食为天，我们就从吃下手，看看哪些食物是癌细胞最喜欢的。养分，以下5大癌细胞爱吃的食物千万要少碰。1. 精制糖与高糖饮食，癌细胞的甜蜜毒药。你是否嗜甜如命？可你知道吗？癌细胞比你更爱吃糖。早在20世纪30年代，科学家就发现癌细胞有个奇特现象，即使在有充足氧气时，它们仍然疯狂地摄取葡萄糖，并高速发酵产生能量。正常细胞遇到氧气充分时代谢效率很高，但癌细胞仿佛上了发条，对糖分的需求特别大。时至今日，医生们在检查肿瘤时还会利用这一点做正子断层扫描 PET 时，给病人体内注射一种含放射式中的葡萄糖。过不了多久，肿瘤部位就因为狂吸葡萄糖而在屏幕上亮起来。这是不是很直观地证明了糖就是癌细胞最偏爱的能量来源？为什么糖对癌细胞如此重要呢？因为癌细胞生长速度极快，需要源源不绝的能量和养料，而葡萄糖是最快速的燃料。高糖环境下，癌细胞如鱼得水，增殖得更快更猛烈。有研究指出，摄入过多糖分不仅导致肥胖，肥胖本身就是多种癌症的高风险因素，还会引发一连串体内反应，促进肿瘤形成。举个例子，2016年发表在《癌症研究期刊》上的一项实验显示，给小鼠喂食高糖饮食，结果它们乳房肿瘤的发生率和转移率都大幅上升。科学家推测，过量的糖分会令胰岛素等生长因子水平飙升，从而刺激癌细胞生长。另外，糖分代谢产生的乳酸还会削弱免疫细胞的作用，替癌细胞扫清扩散的障碍。除了直接供能，高糖食物往往热量高又缺乏纤维，容易造成肥胖和胰岛素阻抗，进一步提高包括大肠癌、乳癌在内的多种癌症风险。不止如此，吃太多精制糖可能让你的肠道菌群失衡，肠道菌丛一失调，像结肠癌这类肠胃道肿瘤的风险也跟着上升。有没有发现，那些含糖饮料、蛋糕、点心，是不是癌细胞喜欢的全都占齐了？高糖、高热量、低营养，一口下去，先把你喂胖，再把癌细胞养大。总之，甜食就是癌细胞的甜蜜毒药，吃进嘴里爽一时，却可能为日后埋下隐患。从现在开始，尽量管住自己的甜食瘾吧，少喝含糖饮料，多喝白开水。甜点再诱惑人，也请适可而止。想象一下，把癌细胞活活饿死在萌芽状态，那种快感绝对胜过吃蛋糕。为了健康，把甜蜜留给生活，别留给癌细胞。2. 加工肉类和过量红肉，藏着致癌因子的鲜美。接下来这一项恐怕要敲醒不少嗜肉族的警钟。香肠、培根、火腿、热狗，这些加工肉品是不是你的最爱？很遗憾，它们同时也是癌细胞的大餐。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IARC 在2015年就正式将加工肉类列为第一类致癌物。所谓第一类，就是跟烟草、石棉那些齐名，确定对人类有致癌作用的东西。虽然吃培根不像抽烟那样立刻伤害明显，但长期下来危险真不小。研究发现，
每天只要吃约50克加工肉，也就2片火腿或1根热狗的量，罹患大肠癌的风险就增加约 18%， 这还只是平均值，吃越多风险越高。你可以想见，早餐爱来培根蛋，午餐汉堡夹火腿，晚上再啃根香肠当宵夜，日积月累相当于天天在给肠胃熏烟。癌细胞哪有不爱的？为什么加工肉会致癌？罪魁祸首就是它里头的防腐和调味添加物，比如亚硝酸盐。香肠火腿之所以色泽鲜红，久放不坏，多亏了亚硝酸盐保驾护航。但亚硝酸盐进入人体后可不安分，尤其在胃里会和蛋白质分解产物结合，生成一类强力致癌物亚硝胺。这玩意专门攻击细胞的基因，长期累积能让胃黏膜细胞癌变，还可能影响肠道，诱发大肠癌。此外，许多加工肉品都经过烟熏、腌制或高温烘烤，不仅咸度高，高盐本身会伤胃，还会附带产生多环芳香烃 PAS 和杂环胺 HCAs 等致癌化合物。就拿中式香肠和腊肉来说，传统制作要经过腌制和烟熏，盐和亚硝酸盐都有用到，加上烟熏时飘着的油烟在肉表面沉积，当中的致癌物质可是一点不比汽车废气少。难怪流行病学调查发现，经常吃腌制或烟熏肉品的人，胃癌、食道癌的发病率远高于少吃的人。除了加工肉，红肉本身也需要节制。红肉指牛、猪、羊这些哺乳动物的肌肉，因生的时候颜色红而得名。红肉营养丰富，含优质蛋白和铁质，是很多人餐桌上的主角。然而，摄入过多红肉同样埋下隐患。IARC 把红肉列为2A 类致癌物，对人类可能致癌。红肉本身的某些成分可能诱发肠道致癌，比如肉类在大肠中分解会产生一些有害代谢物。红肉含有的血红素、铁过量时可能损伤肠壁。再者，高温煎烤红肉时产生的 HCA patch 前面提到也会提高癌变风险，因此建议红肉适量为宜，一般每周摄取不超过约350到500克为好。烹调时尽量避免烧烤、油炸等高温方式，改用清蒸、水煮或炖煮，减少致癌物产生。另外，可以红白肉搭配着吃，比如今天牛排，明天就改吃鱼肉或鸡肉，营养均衡又降低风险。总之，虽然肉类美味，但千万别让味蕾的满足变成癌细胞的狂欢。适当控制加工肉和红肉的摄入量，就是在断绝癌细胞的一条重要良道。3. 酒精饮料，癌细胞的最佳拍档。聚餐小酌2杯，看似平常，不少人还觉得喝点红酒有益心血管呢。但对不起，对于癌症来说，酒精几乎是最佳帮凶。酒精的化学名称是乙醇，它本身就被公认为一种致癌物。你没看错，就是致癌物。当我们喝下酒，乙醇会在肝脏被代谢成乙醛，这可是一种强烈的细胞毒素，能破坏 DNA， 干扰细胞修复，诱发癌变。而且乙醛特别喜欢粘上我们的基因物质，导致基因突变在全身传播开去。长期饮酒的人，从食道、喉咙到肝脏、肠胃，甚至乳腺，都更容易长肿瘤。数据显示，饮酒是肝癌、食道癌、口腔癌、咽喉癌、结直肠癌以及女性乳癌的重要高危因素。酒喝得越多，风险越高，没有任何所谓安全剂量，哪怕少量饮酒，也会比不喝的人增加患癌概率。每天每多一杯酒，危险就进一步上升。有人可能会问，红酒不是有白藜、芦醇等抗氧化物质吗？适量喝不是对心脏好吗？很遗憾，研究发现没有哪种含酒精的饮料是安全或有益健康的。关键在于乙醇这个共同成分，它对细胞的伤害和致癌作用不会因为是红酒、啤酒还是威士忌而有本质区别。少量红酒中那些有益成分，其实完全可以从葡萄或葡萄汁中获取，而不需要附带乙醇的毒性风险。所以千万别替饮酒找借口了。更可怕的是，如果抽烟又喝酒，风险并非1+1那么简单，而是叠加放大。酒精会让黏膜更容易被致癌物渗透，等于给香烟的致癌物开门放行，两者联合作用会大幅提高。像食道癌、喉癌这类的发病率，那些又抽又喝的人，得癌的概率比只抽烟或只喝酒的人高出好几倍。
可见酒精简直就是癌症的开山刀，自己直接伤人，还帮凶手把路都铺好了。说到这里，你可能要问，那我干脆滴酒不沾，是不是就零风险了？老实说，完全不碰酒，至少能把因酒致癌的风险降到最低。毕竟跟癌症比起来，戒酒的那点不爽算得了什么？或许有朋友会想，人生难免社交场合推杯换盏，实在推不掉怎么办？如果非喝不可，那就务必严控量，能少一杯是一杯，不妨以茶代酒，以水敬酒，既诚意满满，又守护健康。当然，最理想的还是养成不嗜酒的习惯，一口酒都不碰，让癌细胞连这点兴奋剂都拿不到。记住，酒精无益于健康，远离才能远离癌症。4. 油炸和烧烤食物，美味的焦香里暗藏杀机，香喷喷的炸鸡薯条，诱人的烤肉串，是不是让人口水直流？可惜的是，这些高温烹调的美味，往往暗藏着肉眼看不见的危险，对癌细胞来说却是极好的养分。还记得每到中秋烤肉满街飘香吗？那香味其实伴随着大量致癌烟雾，烧烤过程中滴下的油脂在炭火上燃烧，会产生多环芳香烃 patch 粘附在食物表面，或者随烟雾被人吸入。而肉在炙烤高温下还会生成前面提过的杂环胺 HCase。PAS 和 HCase 这两大致癌物质能损伤 DNA， 诱发细胞突变。如果你每周烧烤串串不离口，长此以往等于不抽烟却在吃烟，因为烧焦的肉皮里含的苯并芘等致癌物和香烟焦油里的一样。有研究形象地指出，一根烤焦的鸡腿所含的致癌物可能顶得上好几支香烟的量，更别提烧烤的烟你还会不小心吸进不少。一边吃烤肉一边吸熏烟，等于给肺和胃双重打击，癌症风险自然蹭蹭往上冒。除了烧烤，油炸食品同样危机四伏。当马铃薯、地瓜这类富含淀粉的食物进行高温油炸时，会产生另一种让人谈之色变的物质丙烯酰胺。2002年，科学家在洋芋片、薯条中发现了丙烯酰胺的存在，震惊各界。因为丙烯酰胺本来是工业上用的化学原料，怎会跑到我们的零食里？原来淀粉在高温下与氨基酸发生美拉德反应，就是食品变成金黄色、香喷喷的那个反应。副产物之一就是丙烯酰胺，这东西在动物实验中证实会诱发肿瘤，被视为潜在致癌物。当你打开一包金黄酥脆的洋芋片时，恐怕想不到里头藏着微量却长期累积可怕的毒素吧。当然，1-2包薯条不致癌，但如果常年高油高温饮食，吃进去的这些致癌物可能在体内渐渐达到危险的门槛。而且油炸食品热量爆表，容易引起肥胖、慢性发炎，进一步为癌症的滋生提供了温床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许多油炸或烤制食品经常搭配加工肉、高脂肪，比如炸鸡配香肠，烧烤配啤酒，这简直将前几条所有风险集中在一餐里了。很多人下班累了爱叫外卖快餐，但一份炸鸡薯条可能就藏着反复高温油脂，可能含反式脂肪、丙烯酰胺、薯条、PAS， 若鸡肉有焦黑部分、过量盐分等等。不仅如此，科学家近年还关注到微塑料的问题，高温烹调和塑料包装可能让食物里混入肉眼看不到的塑胶微粒，人类吃下肚后可能造成慢性发炎和细胞损伤，同样潜藏长远的健康威胁。试想，癌细胞在体内要的就是你细胞受损、发炎，它们才能有机可乘。因此，油炸烧烤类食物可以说处处击中要害，不但直接带入致癌物，还让身体处于易癌的内环境。听起来很严重，是不是？当然，偶尔解馋吃1-2口问题不大，但绝不能经常吃，放开吃。想过嘴瘾时，不妨选择用烤箱低温烘烤，气炸锅减少用油，或者干脆改蒸煮的烹调方式，别让一时的美味成了癌细胞壮大的契机。5. 腌制酝酿的高盐食物，隐藏在传统美味中的慢性毒药。最后要登场的是很多人从小吃到大的传统风味各种腌制和发酵食品，这一类包括酱菜、泡菜、咸鱼、腊肉、腌肉等等。也许你会想，前面不是说加工肉和烧烤了吗？这里怎么又来？的确，
有些范畴重叠，但我们特别提出来，因为高盐腌制这个要素实在太重要，而且不仅肉类，连蔬菜、水果腌久了都可能吃出问题。在没有冰箱的年代，人们为了保存食物，想出了各种腌制、烟熏的方法，虽然解决了温饱，却也在无意中提高了癌症的风险。举个现实的例子，上世纪中叶，日本胃癌的发病率曾经是全球数一数二的高，原因之一就是当时日本人饮食中腌萝卜、咸鱼这类高盐食物非常常见。后来生活条件改善，冰箱普及，新鲜食品比例提高，再加上国民营养观念的转变，日本的胃癌率才逐年下降。无独有偶，我国某些地区，特别是沿海一带，过去爱吃咸鱼、虾酱等腌制海产，也曾导致鼻咽癌在当地高发。这些案例告诉我们，传统美味的腌制品往往隐藏着看不见的杀机。腌制食品为什么惹癌？主要有几个原因。首先，盐分极高，会直接伤害消化道黏膜。高盐环境会破坏胃黏膜屏障，使细胞更容易受损发炎。长期慢性发炎正是癌变的温床。高盐还会让幽门螺杆菌更易在胃里存活，诱发胃溃疡和胃炎，进一步增加胃癌风险。其次，亚硝酸盐问题在腌制食物中同样存在。很多腌菜、咸鱼在制作过程中天然就产生了硝酸盐、亚硝酸盐。比如蔬菜在发酵时，亚硝酸盐含量常会先升高。如果腌制时间或卫生控制不当，食物中亚硝酸盐含量可能惊人，吃进胃里又会生成前述的亚硝胺这种强致癌物。特别是腌肉、咸鱼这类蛋白质含量高的，更容易产生致癌的亚硝胺。难怪研究指出，常吃腌菜的人胃癌风险比不吃的人高出5到7倍。再次，霉菌毒素也是一大威胁。传统发酵若环境不干净，食物很容易发霉，滋生黄曲毒素，一种引发肝癌的剧毒物质。亚洲某些喜欢自制发酵豆酱、腌豆腐的地方，以前就发生过居民因长期吃受黄曲毒素污染的食物而得肝癌的悲剧。换句话说，发酵发霉本是一线之隔，一不小心美食就变毒药。最后，高盐腌制食物往往缺乏新鲜营养，人们吃了这些，同时又少吃新鲜蔬果，就少了维生素 C 等抗氧化营养去抵消亚硝胺的形成。长期偏食腌制物等于把保护因子撤掉，让癌变更无后顾之忧的发生。因此，远离癌症要记得少吃腌制高盐的食物，偶尔解馋可以，但千万不要天天吃，顿顿有。现在有冰箱了，多买新鲜食材，现做现吃才是健康之道。如果特别是吃酱菜、泡菜，也请控制分量，并且搭配富含维生素的食物一起吃，以降低危害。传统风味诚然让人怀念，但我们更希望享受美食的同时，也能拥有健康长久的未来。别让癌细胞偷走了传统美味的意义。说了这么多，总算把癌细胞最爱的5大食物都曝光了。总结一下，它们分别是甜滋滋的精制糖、高危的加工肉和过量红肉、伤身的酒精、焦香诱人的油炸烧烤，以及重口味的高盐腌制食品。这些东西或多或少都充当了癌细胞的养料，长期大量摄入会显著提高各种癌症风险。也许你会问，难道我要对这些美食一辈子敬而远之吗？其实关键在掌握分寸，偶尔为之，浅尝辄止。正常人体的修复机制足以应付小量的风险，但如果不加节制地任由口腹之欲，那就是在给癌症可乘之机了。我们完全没必要让生活变得索然无味，只需要聪明地避开饮食地雷，就能大幅降低罹癌几率。同时，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、全谷杂粮、优质蛋白，保持营养均衡，加上规律运动、充足睡眠，打造出一个让癌细胞难以存活的内环境。最后还想提醒一点，既然谈到癌细胞爱吃什么，不得不提一个特别的养分，那就是负面情绪。你没听错，愁闷、压力、抑郁、恐惧这些情绪对癌细胞而言，就像肥料般滋养它们壮大。长期处在坏情绪中，人体免疫系统被压抑，监视和清除癌细胞的能力下降，疾病就更容易趁虚而入。因此，抗癌防癌不光是管住嘴，还要记得调适心情，保持乐观开朗，学会减压放松，让体内的免疫细胞士气旺盛，
才能更有力地对抗癌细胞的威胁。正面能量或许是癌细胞最畏惧的东西呢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希望这篇影片文案让你对哪些食物该少碰有了更清晰的认识。我们不是要因噎废食，而是要更聪明地选择食物，把癌细胞饿得没有机会作乱。从现在开始，远离那5大癌细胞最爱的食物，培养健康的饮食与生活习惯，为自己和家人的未来多加一份保障。记住，饮食可以是最好的良药，也可以是最毒的毒药，就看我们怎么选择。让我们一起努力，把癌症拒之门外，吃出健康的人生。每天都吃得安心，活得开心，才是对癌细胞最有力的回击。加油，为了自己的身体，从餐桌革命开始吧。